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石原新菜医生所著的《空腹时间决定健康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老化的原因之一是血流不畅；第二，制造空腹时间是保持健康的秘诀；第三，通过激活胎儿的食材来保护毛细血管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老化的原因之一是血流不畅来开始解释。血液循环不良不仅会带来身体上的各种不适，还会加速老化的进程。常见的老化表现，如肌肤干燥、皱纹、毛孔扩张等问题，往往与血液无法有效输送水分和营养到细胞中有关。即使我们喝再多的水，但如果血流不畅，水分也无法到达皮肤细胞，反而可能在体内堆积，导致浮肿、体寒等现象。对于头发问题，血液循环不畅也会导致营养无法输送到毛囊，进而造成脱发、白发等问题。虽然许多人通过头部按摩或梳头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，但全身的血液循环良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只有当血液循环畅通时，头发的健康状态才会随之改善，甚至可能显得更加年轻。除了肌肤和头发，血流不畅还会引发肥胖、体力下降、尿频、骨密度降低、认知功能下降等一系列老化症状。血液是传递氧气、营养和水分的媒介，如果循环不畅，即使摄入再多有益成分，身体的细胞也无法获得，功效自然大打折扣。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表面手段来缓解症状，比如为白发补充营养，使用生发剂，或是用药物暂时缓解身体的不适。然而，真正想要治愈这些症状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善血液的循环。只要认识到血流不畅是很多问题的根源，采取更科学的方式应对疾病和老化，便会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。我们的身体，无论是皮肤、内脏、骨骼还是大脑，都是由细胞组成的，而每个细胞都需要通过血液获取营养、氧气和水分来维持功能。当血液循环顺畅时，细胞能获得足够的能量，人体自然会保持健康和活力，免受疾病和衰老的困扰。第二部分，制造空腹时间是保持健康的秘诀。前面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血流对于保持健康的重要性，接下来让我们简要讨论一下血管的作用。血液从心脏流出，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，将营养、氧气和水分送达到各个细胞，然后通过静脉将废物和二氧化碳返回心脏。而连接动脉和静脉的是看不见的微小毛细血管，毛细血管非常细小，直径约为 0.01 毫米，相当于头发的1/10。虽然毛细血管结构不如动脉和静脉坚固，但它们在与人体数十亿个细胞之间进行物质交换方面起着关键作用。若毛细血管无法正常工作或血流中断，便会形成幽灵血管。这种幽灵化的毛细血管无法为细胞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，甚至影响面部状态，如黑眼圈、斑点和皱纹的增加。毛细血管的幽灵化还会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，如免疫力下降、体寒以及更容易患上各种疾病。此外，研究表明，这种血管状态还与认知功能下降、骨质疏松等疾病密切相关。那么，毛细血管为何会逐渐衰退呢？第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年龄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身体的各种机能都会逐渐下降，毛细血管自然也会随之衰退。通常从40岁左右，甚至有些人在30多岁时，毛细血管便开始减少。据统计，到了60岁时，人体大约1/4的毛细血管会消失。那么，如何延缓毛细血管的衰退呢？在此，我们需要了解胎二分子。这个分子在毛细血管的血管内皮细胞上，它通过保持血管的紧密性，确保血液能够顺畅地流过毛细血管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胎二分子的数量减少，功能下降，血流变得不畅，导致细胞无法正常获得氧气和水分。虽然年龄不可逆，
但通过合理的饮食习惯，胎二分子是可以被重新激活的。通过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我们有机会维持毛细血管的功能，进而减缓老化的速度。在保持毛细血管健康的诸多方法中，少食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。过量进食会导致肠胃消化吸收占用大量血液，阻碍血液向身体其他部分流动，从而影响毛细血管的健康。而制造空腹时间则能减少血液被消化系统占用，使其能够有效流向全身。许多人习惯了1天3餐，几乎没有空腹时间。这种习惯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，还会影响汗腺和体温调节功能。通过观察出汗情况，可以判断毛细血管是否健康。例如，如果汗液黏腻且有异味，可能意味着毛细血管的功能已经衰退。那么，如何改善汗腺功能呢？答案很简单，适当运动和泡澡。这些活动有助于刺激汗腺，促进汗液的排出，从而帮助恢复毛细血管的健康。总的来说，确保身体有足够的空腹时间，不仅可以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毛细血管的再生，进而提升身体的整体健康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逐渐改变饮食习惯，养成空腹时间的生活方式，为自己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身体。第3部分，通过激活胎二的食材来保护毛细血管。在前面，我们了解了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中存在的胎二分子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能够激活胎二分子的食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胎二分子的功能会减弱，但通过摄入能够激活胎二分子的食材，我们可以期待强化毛细血管的功能。首先，我要介绍的是肉桂。肉桂在中医药中被称为桂皮，它以促进血液循环、调节肠胃功能和增强免疫力等多种功效而闻名。最近的研究表明，肉桂中含有的桂皮醛成分具有激活胎二分子的作用。通常情况下，当将肉桂用于甜点或饮品中时，常常会搭配糖使用。考虑到健康因素，如果你想要添加甜味，建议选择黑糖或蜂蜜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长胡椒，它也是一种能够激活胎二分子的食材。长胡椒是胡椒科植物，在烹饪中经常被使用。在超市的调料区可以找到长胡椒。长胡椒因其促进血管健康、提高新陈代谢和体温的效果而备受关注。在中国和印度，早已作为一种改善体内循环、防止体寒的草药被广泛使用。长胡椒中的辣椒素成分被认为具有扩张血管的效果，因此每天摄入1点是有益的。您可以尝试将其添加到肉类或鱼类的调味中。最后，我要介绍的是另一种能够激活胎二分子的食材，那就是路易波氏茶。路易波氏是一种源自南非的植物，具有排毒功效，有助于清除体内老化物质和多余的水分，并能提高体温。由于路易波氏茶不含咖啡因，具有放松和调节肠道的作用，即使在晚上饮用也非常安心。路易波氏茶在便利店和超市等地方都很容易购买到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除此之外，我自己已经长期实践了少食的饮食方式，每天都能感受到健康带来的效果。与以前每天吃3餐相比，现在几乎不容易感到疲劳，头脑也变得非常清晰，集中力和生产力也大大提高，真是令人感激。个人认为，少食是一种非常值得推荐的健康方法，希望大家也能逐渐喜欢上这种饮食方式。不过，如果您选择少食，一定要确保在少量的食物中摄取足够的营养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只吃垃圾食品而忽视营养，肯定会导致身体的营养不良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